大家好，我是露西，欢迎回来。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？我什么都不用做，每个月自动赚几万块，只要买我的课程，你也可以复制我的被动收入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？被动收入之所以这么火，是因为它正好击中了所有人的幻想，不用上班，不用打卡，钱自动进账户。很多人甚至把它当成个人理财的终极目标，好像只要找到了一个对的项目，人生也可以直接躺赢。但问题是，这种躺着赚钱的想法本身就有点不大现实。你看到的大概率只是被剪辑过的结果，而不是完整的过程。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被动收入这个词，那我们先要搞清楚什么叫被动收入。大多数人理解的是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就能持续赚钱，但现实里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。真正所谓的被动收入基本都可以归类为两种，一种是投资收入，比如股票、房租、利息；另一种是创业收入，比如做生意、卖产品、做内容。听起来都很合理，但关键在于这些收入并不是不要努力，而是把努力换了个时间点，先苦后甜。比如做课程，你要先花时间做内容、测试、打磨，做好之后才可能持续卖。又或者是把努力换了一种方式，比如房地产方面，不是坐办公室了，而是变成修房子、找租客、处理问题。下面我们从两种常见的被动收入来详细聊聊为什么被动收入是骗局。先说第一种，投资收入。很多人觉得这是最接近被动的方式，比如买股票、收股息，或者买房收租。但有一个很少被提到的前提是，你得先有钱，而且是很多钱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想每年靠投资赚5万块，假设收益率是7%，那你至少需要70万本金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连7万都拿不出来，所以所谓让钱替你工作，本质上是你已经有很多钱了，然后让这些钱帮你继续赚钱。这不是捷径，而是一个结果。再看看房地产，很多人觉得买一套房出租就可以实现被动收入，但现实是房子不会自己打理，你要找房源、装修、找租客，还要处理维修、控制，甚至租客不交钱的问题。据统计调查，平均每个房东每个月要花10几个小时在这些事情上，而且很多人要持有5、6套房才能接近替代工资收入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被动收入，而是多了一份工作。再说说第二种，也是最容易被包装成骗局的一种，创业型被动收入。比如你在网上看见的那些电商、代发商、买课程、自媒体、数字产品等等，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就是看起来门槛低、回报高、操作简单，甚至很多人会直接跟你说，打好系统以后就可以自动赚钱。但真实情况是，他们一点都不轻松。企业平均需要2到3年才能盈利，而且很多在第1年就倒闭了。你看到的成功案例往往只是少数被放大的结果，而失败的人几乎不会出现在广告里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些常见的自动赚钱模式。第一个，代发货 Dropshipping， 听起来很完美，不用囤货，不用发货，只要搭一个网店，订单来了自动转给供应商，你赚差价就行。但问题是，因为门槛太低，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做，结果就是市场瞬间被挤爆。同样的产品，同样的页面，同样的套路，竞争极其激烈，最后大多数人不是赚不到钱，而是连广告费都收不回来。第二种是销售数字产品，比如课程、电子书。很多人会说，放一个产品放在网上就可以一直卖钱，但他们不会告诉你，做出一个有人愿意买的产品本身就需要大量时间、经验和试错，而且一旦竞争变多，你还需要不断更新、推广、运营，否则销量很快就归零。下面一种是内容创作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自媒体，看起来是最轻松的，拍个视频，发个内容，平台帮你赚钱。但现实是，你需要长期输出，研究选题、剪辑、优化数据，而且绝大多数内容连基本流量都拿不到。每天几十万小时的视频上传，90%的人连1000播放都不到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，
这些所谓自动赚钱的项目，前期都需要大量投入，而且后期也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自动，他们只是把工作换成了另一种形式，而不是消失了。尤其是卖课程这件事儿，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典型的循环。有人赚了很多钱，是因为他在教别人如何赚钱，而他教的内容本质上还是如何卖课程。也就是说，最赚钱的被动收入很可能就是卖被动收入的概念。这就像一个放大的信息差游戏，真正稳定赚钱的不一定是做项目的人，而是卖方法的人。那你可能会问，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成功？答案其实就3个词：时机、运气和努力。有些人确实因为进入的早，抓住了红利；有些人运气好，在大量竞争中被看到。但更多的成功是建立在长期投入之上的，这个我是非常有体会的。比如做内容的人需要不断创作，做电商的人需要不断优化产品和营销。所谓被动，只是你看到的结果阶段，而不是他们一开始的状态。那有没有真正接近被动收入的方式？有，但它一点都不性感，那就是长期投资。比如指数基金，历史数据表明，如果你持续投资并长期持有，比如20年，无论市场好坏，整体都是赚钱的。这种方式不需要你每天去操作，也不需要你去管理业务，是目前最接近被动的一种路径。但问题是，它需要时间、耐心和纪律，而这些恰恰是大多数人最缺的。所以，所谓被动收入，其实不是不工作，而是先工作，再慢慢收回结果。你要么前期投入大量时间，比如创业，要么前期投入大量资金，比如投资。没有哪一种方式是完全不付出就能持续赚钱的。如果你真的想改变收入，反而应该做一些看起来不酷的事情，提升技能，增加收入，控制支出，长期投资。这些听起来很无聊，但他们才是大多数人真正走通的路。那些看起来最快最轻松的方式，往往也是风险最大，最容易让人亏钱的地方。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，当做今天的结尾吧。如果一个方法真的能让人轻松赚钱，那它大概率不会卖给你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帮助，哪怕一点点，麻烦帮忙点个赞，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